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啊。录制这期视频的时候是北京时间凌晨的3点多一点啊。iPhone 12的发布会是刚刚结束1个小时。这是苹果的秋季第2场发布会了，幸亏没有第3场，要不然我真的要吐血了。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是简单跟大家聊一聊发布会结束之后我的一些小想法，或者说对于新品的一些小观点吧，跟大家 talk 一番啊，聊一聊。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做过 iPhone 12全系的这个机模体验啊，看了这次发布会之后，你如果看过那期我们的这个提前的体验的话呢，感觉大部分都中招了，是吧？大部分都对了。看来苹果的保密措施呢，确实是1年不如1年啊。这次的发布会呢，非常的紧凑，可以说是一句废话没有。这个5个产品1个小时就给它讲完了。OK， 这次我们罗列了5个问题，或者说5个话题吧，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年的 iPhone 12系列哪个更值得买，还有就是它的产品策略是怎么样的。不过这次没有真体验啊，应该是云体验。马上开始。第一个话题呢，也是之前很多小伙伴都问我们的，就是苹果这回为什么一次出了4款啊？这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了啊。这个其实2方面吧，第一个就是这个产品更加细分，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这个是最直观的嘛。现在呢，这个智能手机呢已经全面是存量市场了，各家把这个市场已经抢的都差不多了。包括 iPhone 这边，这个之前呢是1款，后来变成2款，后来变成3款，到现在变成了4款。国内这边呢都已经专门出这种游戏手机了，是吧 ？iPhone 这边呢也是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价位段推出了不同的产品，这个是很好理解的。然后今年呢，其实对于4款 iPhone 呢，也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就是在之前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过啊，苹果呢其实是非常聪明，而且也是非常强大的，就是它给人的感觉就是我一直在出旗舰机，我没有出过中低端的机型，它是去年的机型降价，然后不断占领下沉市场。比如说你可以买到3000多的 iPhone， 然后你可以买到4000多的，一直到1万多的。其实你详细搜一下，甚至在它的官网都算着啊，它基本上除了前元机，全部价位段的 iPhone 全部都有，只不过是不同年份发的。今年呢，它推出了 iPhone 12系列有2款，尤其是这个 mini， 我手上是这个机模啊，它是单卡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它的作用呢，虽然说价格啊，现在官方是5000多块钱，但是吧，各个一补贴啊，或者说各种优惠啊，肯定会破发的。估计双11或者都到不了，就可以用4000多块钱买到它了。它的这个下沉的区间呢，会更加的深一些，就是4000多块钱，哎，我也可以买今年的 iPhone 12系列的新品了，可以让更多的人，更多喜欢苹果的人，以最快的时间，或者说以相对少的这个价格，马上接触到今年发布的新品啊，这个也是苹果在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还有就是很多小伙伴比较关心的，就是小白，这个你觉得哪台 iPhone 最值得购买的，性价比最高的是哪台呢？从目前看来啊，包括这2个 Pro， 然后还有就是这2个12，肯定就是这个12了啊，就是这个12啊，不是这个 mini 啊。它呢最大的改变，相对于之前比较入门的这个 iPhone 来说，就是边框上面改变真的非常大，因为之前啊这个入门版的这个 iPhone 边框真的是可以挺航母，真的是几年前安卓机的一个水平，但是今年全部都做成了一个超窄边框，而且它的这个直角边吧，这个设计吧也会显得手机更加精神、更加干净利落，我觉得比较符合东方人的这个审美，尤其是这个男性的这个审美。它的价格呢是6299起售，应该是吧补贴一下或者说优惠一下5000多也就可以拿下了。全系的这个大热机型肯定还是12，然后 Pro 这边就不用说了，有钱肯定就买大的是吧？还有就是注意一点啊，虽然说啊他说价格都没有变，好像是吧，感觉挺良心，但是大家要注意，这次他都不送配件了。苹果的这个配件价格还是挺贵的啊，这个相当于变相吧，这个涨了几百块钱啊。当然，环保嘛是吧？人家也提倡大家都这个支持了，这个环保啊。OK， 第2个话题呢，咱们来聊聊 A14 处理器。这个其实在 Air 4发布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大家聊过啊。大家比较争议的一个点就是它为什么提升这么小，是 A 系列提升最小的一次。CPU 的部分呢提升了16%，GPU 的部分呢提升了8%。综合一下性能啊，这个当时我也实际体验了，基本上就是在10%左右，感知度确实非常非常不强啊。但是这个 iPhone 12发布完了之后，或者说从它发布会上讲这个东西来看啊，相对来说就明确了一些，它主要提升的重点是在 NPU 方面。先说 CPU 和 GPU 部分啊。苹果这个 A14 呢是最早一批用上5纳米工艺的台积电的这个工艺，可能是一些因为初期工艺的原因啊，没办法让苹果把这个频率做那么高。等着麒麟的9000出来之后，咱们再来做一下对比啊，就应该比较明显了。还有就是功耗方面的这个考量了，是吧？这次提升还是挺大的，包括 XDR 这个屏幕，然后还有就是摄像模组上的全面提升，还有就是5G这3个点啊。
真的是一台手机吃电的3大方面它都占全了。这个网络然后屏幕，然后相机部分，在我们之前的续航测试里边都是吃电大户，这个功耗方面肯定是比较大的。而且也有很多人说这次没有上这120赫兹也比较遗憾，是吧？如果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再给你加入120赫兹，就这个电量，肯定要崩的。各方面的工艺和技术更加成熟了之后，苹果可能再上这个120赫兹的。CPU 和 GPU 方面的提升确实是非常小，但是呢，还有一个细节啊，这次发布会上它也讲了一些，就是晶体管的这个数量上。A14 呢是拥有118亿的，之前的 A13 呢，不知道有小伙伴还记不记得啊？它是85亿，足足多了33亿，提升了将近40%。这个 NPU 呢，其实它并不会提升在跑分方面，就是你在跑分上你感觉不到有特别大的提升，但其实它是从8核之前的，然后升级到了16核，这个提升还是非常大的。它体现在哪儿呢？就是神经网络，也就是各家说的这个 AI 的这个功能，在 A14 上提升还是非常大的。它实际落地是哪儿呢？比如说这次发布会上讲的拍照方面，处理照片的这个速度和处理照片的能力，都是要通过这个 NPU 来实现加速这个功能的。还有就是之前 iPad 上面我们也体验过啊，它可以通过这个声音呢，这个来识别是狗叫还是门铃声。首先它能识别到声音，而且它能识别到这是什么声音，这些都是 NPU 的这个功能。在 AI 的这个功能上面，其实提升还是非常大的。第3个话题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 LiDAR 这个激光雷达扫描仪。之前在 iPad Pro 上呢，我们跟大家详细体验过这个东西。这次呢，它加入到了这个 Pro 上面啊，在这个旁边的这颗摄像头下面这个一小块，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之前体验的时候，或者说iPad 出的时候，很多小伙伴都说没什么用啊。这个虽然听着好像很厉害，但是实际应用基本用不到。确实，我的那台 iPad Pro 也基本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它是非常专业的。但是这次在发布会上，苹果非常聪明，它只提到了一小部分 AR 场景的应用，它大部分说了一个在拍照方面的一个应用。因为这个激光雷达扫描仪呢，相当于是一个超强的景深摄像头，它在夜景方面就可以发挥很大的这个功能。因为暗光条件下，你普通这个摄像头这个能力就不太行了。还有就是它整个夜间成像能力，通过激光雷达扫描仪呢，都可以有一个更加好的这个表现。等到我们拿到实机之后，会详细给大家体验一下。还有就是之前关注我们频道的小伙伴应该知道，我们做了一些关于车的内容。然后在做这些车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自动驾驶啊，或者说对于智能汽车啊，也做了很多深入的这个研究。在车载的这个激光雷达扫描仪，或者说这种摄像头吧，已经是一个非常刚性的技术了。就是普通的摄像头呢，比如说下雪或者下雨的时候呢，这个作用都比较小了，就得需要这种镜头。其实它已经在很多方面有很大的这个应用了，就是这种镜头，它加在手机上面，可以实现更多的这个功能。第4个话题呢，跟大家聊聊第一个发布的产品，就是长得非常像苹果的那个 HomePod Mini 那个音箱。这个音箱呢，性价比首先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的，就是我没拿到它，但是呢，我云体验一下，看一下它的这个配置，还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设计，它的低音效果其实不会太差。这个到时候我们会为大家实际带来体验。它的价格呢是749的这个国行价格，如果要是吧有一些优惠啊，各个方面吧，这个可能会500-600块钱，这个。HomePod 之前那个降价都非常快，我估计这个东西应该降价也会比较快，而且恰巧你财力雄厚是吧？你可以买2个，也可以组成那种阵列。它的这个体验呢，主要是这个组建苹果的在家庭中的这一套的生态。这个也是苹果未来的一个比较大的方向啊，在国内比较少啊。就是如果你关注亚马逊的产品的话呢，应该知道亚马逊也出了很多相关的这个智能音箱的这种小东西啊，包括谷歌这边，其实大家呢都是在争夺智能家庭这个概念的一个家庭入口，智能音箱这个入口。亚马逊、谷歌那些产品基本上都是零利润在卖的。发布会的时候还提到了一个小点啊，就是这个 U1 芯片的应用。如果你看过我们小白测评去年 iPhone 11那系列的这个测评的话呢，我们在里边就说过。U1 芯片的未来响应空间是非常大的，就是 U1 芯片它进场通讯，你直接手机转到哪儿，然后它会自动弹出这个界面，比如说你转到电视或者说转到音箱，它会自动弹出对应的这个界面，这里边就有实际应用了，就是它通过 U1 芯片，你手机一对它一接近它的时候，它马上就可以识别，马上就可以弹出那个界面，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应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说对了啊，只不过是来的有点慢啊，这个隔了1年才出来一个音箱这个产品。如果要是未来再有第三方的一个支持的话，再结合 U1 芯片的话，应该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举个例子啊，这个音箱呢可能没有那么强的感知，就比如说我拿着手机在这个我的家庭里边玩手机转的时候，我走近到哪儿就可以
呼起对应的智能设备的这个界面，是不需要操作的，只需要走过去，只需要对着它，自动就可以呼起来，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好的。比如说电视，直接对到遥控器了；比如说冰箱或者洗衣机，我可以直接查看，或者说进行一些设置，这个还是挺方便的。现在这个 HomePod Mini 它加入了 S5的芯片，配合 U1就可以实现这种功能。OK， 第5点也是最后一点啊，跟大家聊2个小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它新发布的一个技术吧，可以说是就是 iPhone 12系列上面的这块玻璃的这个盖板，它采用了一个超瓷晶面板。这个东西呢，我们在之前做屏幕专题的时候呢，自己也做过一些相关的调研，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技术，但是这次被苹果呢直接给用上了。说的再通俗一点啊，它是一种陶瓷基的玻璃啊，就是它是陶瓷和玻璃结合到一起的。这个官网呢有段描述啊，我直接给大家打出来。它是在玻璃的下面呢引入了一层硬度比大多数金属还要高的纳米级瓷晶体。因为瓷这种东西啊，大家知道就是它不透明，这个技术的难点就在于把这个瓷要引入跟玻璃结合到一起，还要透明，还要不影响你使用，还要可以显示是吧？这个 XDR 这个级别的这个屏幕啊，这个是比较难的。官方表示呢，它这个耐摔性啊比前代呢提升了4倍啊，这个实在是不太好测试。这个实际拿到手之后呢，我们再体验一下，再看一看啊。还有就是这个 MagSafe 的这个配件，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别新颖的一个技术吧，只不过是呢被苹果做了一整套的整合。而且这次让我比较意外的就是它配件非常的多，就是它利用后背的这个磁吸环，这个做了很多配件，比如说那个小卡包是吧？还有就是这个充电的那个小支架什么的都可以用，还有就是那个充电线圈，那个小的磁吸的那个充电环，349块钱，这次不送了。然后呢，你要是要买的话呢，我相信很多人会选择那个，确实还是挺方便的，直接啪一吸啊就吸上了。这个主要就是它的这个丰富性，而且呢，它应该后面也会开放这个 MFI 的，就是这个让第三方的一些配件呢也引入进来，支持它这个磁吸的这个标准。到时候你可以买到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些的这个磁吸的这个配件。这个东西未来的对于配件领域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空间的。就像这个iPhone 的这个数据线啊，或者说充电器一样，这个也会加入很多的这种东西。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利润点吧，这个 MFI 这个认证。OK 这就是这次 iPhone 12系列我们想跟大家聊的一些东西，参数和价格方面的东西我就不跟大家细说了，官网大家都可以查看得到。我个人觉得呢，这次发布的这4款产品吧，我觉得还 OK， 就是价格方面呢，虽然是变相涨了一些价，但是这次提升各方面还都是挺大的。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没有上这个高刷120赫兹，但是分析了一圈呢，确实如果要是上的话，这电池绝对是扛不住，一种妥协吧，这个没法上。这个明年呢，期待它上一下，这是唯一的一个遗憾。其他各个方面呢，我觉得这次提升都还 OK， 尤其是在5G 方面，这次呢，它花了大篇幅来讲它的5G，甚至呢，它的主板啊都换了位置，这个卡槽呢都换了位置。换到了这个对侧，之前是在电源键这边，换到了这个音量键这一边。我非常期待这次新的 iPhone 12系列，它的信号到底表现怎么样？哎呀，之前那个确实是吧，有点一言难尽。希望这次加上5G，重新设计了之后，重新把这个天线设计了之后，连主板都变了，能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OK， 本期视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哇，这个又熬了一整夜啊！如果这期视频呢对你有一点点用，然后记得3连点赞一番，特别感谢大家。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后续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首发 iPhone 12系列的全系体验，都关注小白测评。不过关注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